在易学文化的长河中，梅花易数以其简洁灵动的占卜方法，贴近生活的实用价值，成为流传最广的易学典籍之一。它不像某些古籍那样晦涩难懂，而是将深奥的卦理融入日常琐事的预测中，小到猜物断数，大到趋吉避凶，都能找到清晰的指引。本次我们深入解读的断占总诀篇之3，正是梅花易数占卜体系的核心内容。它一边揭示八卦及64卦反对性情的本质规律，一边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占物类例方法，堪称从懂卦到用卦的桥梁。很多人初读这一篇时，会被乾刚坤柔反其意这类口诀式的文字绕晕，也会对体用生克断物的规则感到抽象。但实际上，这部分内容的核心逻辑非常简单：卦象是现实世界的符号镜像，卦的性情对应事物的属性，卦与卦的关系对应事物的相互作用。只要我们把卦理和生活场景结合起来，把抽象的生克制化转化为具体的物态判断，就能轻松掌握其中的智慧。接下来我们将分4大板块展开解读，先吃透诸卦反对性情的核心逻辑，明白每个卦的脾气秉性，再系统学习占物类地的全套方法，从爻辞、体用、互变卦等多个维度掌握断物技巧，最后通过实战案例和总结，让这些知识真正落地，做到观卦知物见象明示。在解读正文之前，我们必须先明确2个核心概念：什么是卦的性情，什么是反对。这是理解全文的钥匙。梅花易数里说的卦性，不是虚无缥缈的灵气，而是八卦及64卦所象征的事物本质特征。比如乾卦象征天，天的特点是刚健圆形尊贵，所以乾的性情就是刚；坤卦象征地，地的特点是柔顺方正包容，所以坤的性情就是柔。这种性情不是人为赋予的，而是古人通过长期观察自然和社会总结出的符号与现实的对应关系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我们看到一块石头，它坚硬圆形，符合乾卦刚的性情，所以可以用乾卦来象征它。看到一块棉布，它柔软平整，符合坤卦柔的性情，所以可以用坤卦来象征它。占卜的本质就是通过得到的卦象反推它所对应的现实事物的属性，这就是以卦断物的底层逻辑。原文开篇就提乾刚坤柔反其意，这里的反对不是敌对，而是相对立、相呼应的意思。64卦中很多卦都是两相对的，它们的性情相反，但又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闭环。比如比卦欢心困忧虑，比卦是亲近互助的象，所以对应欢心；困卦是陷入困境的象，所以对应忧虑。这就是反对性情的核心，用相反的性情概括事物相反的状态。理解反对的意义在于，占卜时只要我们知道一个卦的性情，就能立刻联想到它的对立卦的性情，从而更全面地判断事物的可能状态。比如占到生卦，知道它是上升离去的象，就会联想到它的对立卦萃卦是聚集停留的象，这样就能根据具体场景判断事物是要走还是要留。64卦的性情都是由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的性情组合而来的，所以在解读64卦之前，我们必须先牢牢记住八卦的基础性情，这是后续所有占卜的基本功。下面我们用一张通俗的表格把八卦的核心性情、象征事物列出来，方便大家记忆。乾核心性情：刚健尊贵圆形主动，象征事物。金属、珠宝、镜子、父亲、天空，颜色对应白色、金色。先天卦数1。核心性情：柔顺、包容、方正、被动，象征事物。土地、棉布、包裹、母亲、桌子，颜色对应黄色、棕色。先天卦数8。震核心性情：震动、发生、上升、多动，象征事物。雷声、乐器、竹子、手机、脚，颜色对应青色、绿色。先天卦数4。巽核心性情：灵活、细长、飘动、潜伏，象征事物。风绳子、树叶、邮件、头发，颜色对应淡青、浅蓝色。先天卦数5。坎核心性情：危险、湿润、弯曲、隐藏，象征事物。水、墨汁、河流、陷阱、酒，颜色对应黑色、深蓝色。先天卦数6。离核心性情：明亮、美丽、中空、燥热，象征事物。火、灯光、镜子、瓷器、眼睛，颜色对应红色、紫色。先天卦数3。艮核心性情：静止、坚硬、阻隔、稳重，象征事物。山石头、桌子、墙壁、手，颜色对应棕色、灰色。先天卦数7。对核心性情：喜悦、破损、开口、亲近，象征事物。口杯子、乐器、残器、朋友，颜色对应白色、浅金色。
先天卦术。2、记住这张表的小技巧，把八卦和生活场景绑定。比如看到家里的金属勺子，就想到乾卦。刚见白色数量1，看到窗外的树，就想到震卦，震动风吹树叶动。青色数量4，多做几次这样的联想，八卦性情就会像1+1等于2一样刻在脑子里。第2部分核心解读，诸卦反对性情，逐句精讲。诸卦反对性情是本篇的开篇，也是整个断战体系的总纲。它用28句口诀概括了34个核心卦的性情，这些卦涵盖了日常生活中吉凶、动静、聚散、成败等几乎所有常见状态。我们逐句拆解，不仅解释字面意思，更要讲清卦里依据和实战应用场景，让大家不仅知道是什么，更知道为什么。原文乾刚坤柔，反其意。解读乾卦的性情是刚健，坤卦的性情是柔顺，二者的意义完全相反。这是64卦反对性情的总起点。因为乾坤是天地之母，所有卦都是由乾坤两卦的爻组合变化而来的，它们的对立奠定了整个卦系的阴阳对立基础。卦理依据，乾卦由3个阳爻组成，阳爻代表刚动主动，所以乾卦像天一样刚健不息，比如天空不会因为任何事物而停止运转。坤卦由3个阴爻组成，阴爻代表柔静被动，所以坤卦像地一样包容承载，比如大地默默承载万物，不会主动改变。实战应用，这一句的核心作用是定基调。占卜时只要站到乾卦，就先判断事物刚健贵重，可能主动；站到坤卦就判断事物柔顺普通，可能被动。比如有人让你猜他口袋里的东西，站到乾卦大概率是金属制品，如钥匙、硬币；站到坤卦大概率是柔软物品，如纸巾、手帕。小贴士，乾坤的反对不是好坏对立，而是属性对立。比如乾卦的刚可能是坚硬的宝石级，也可能是锋利的刀子凶；坤卦的柔可能是温暖的棉衣级，也可能是腐烂的布料凶。具体吉凶要结合场景判断。原文比卦欢欣困忧虑。解读，站到比卦象征着人际关系和谐，事情有贵人相助，所以对应欢欣的状态。站到困卦象征着陷入困境，事情受阻，所以对应忧虑的状态。这2个卦是典型的处境对立卦。卦理依据，比卦的结构是上坎下坤，坎代表水，坤代表地，像水流滋润大地，象征着相互滋养、亲近互助，比如朋友之间互相帮忙，自然欢欣。困卦的结构是上对下坎，对代表口，坎代表水，像人在水中口被淹没，象征着陷入困境无法脱身，比如工作中遇到难题没人帮，自然忧虑。实战应用，这一句特别适合占人际或办事顺利与否。比如你要找客户签合同，站到比卦说明客户对你很认可，签单会很顺利，可以放心去。站到困卦说明可能会有突发问题，比如客户临时变卦，需要提前准备预案，避免手忙脚乱。原文，临逢百物观求之，蒙卦乃名屯不失。观察与开端的对立。解读，站到临卦象征着事情发展到关键时刻，需要全面观察，主动寻求机会。站到蒙卦象征着事情处于萌芽阶段，真相不明，容易迷茫。站到屯卦象征着事情刚起步，虽然艰难，但不会失去根本。这3个卦讲的是事情不同阶段的状态，其中蒙卦的难明和屯卦的不失是核心对立。卦理依据，临卦是上坤下兑，坤代表大地，兑代表泽，像泽水覆盖大地，视野开阔，所以要观求之。蒙卦是上艮下坎，艮代表山，坎代表水，像山水之间雾气弥漫，看不清方向，所以难明。屯卦是上坎下震，坎代表险，震代表动，像在危险中行动，虽然艰难，但震卦有生机，所以不失。实战应用，比如你刚换一份新工作，站到蒙卦说明你对新环境不熟悉，很多流程不清楚，不要急着表现，先多观察学习。如果站到屯卦说明虽然刚开始工作压力大，但你有能力应对，只要坚持下去，很快就能上手，不会被淘汰。原文，大处其卦福之生，无妄若遇祸之始。福祸的起点对立。解读，站到大处卦象征着积累深厚，福气即将到来，是福的起点。站到无妄卦象征着意外发生，没有预兆的灾祸降临，
是祸的起点。这两个卦是福祸对立的典型，提醒我们居安思危，防微杜渐。卦理依据：大处卦是上艮下乾，艮代表山，乾代表天，像天藏于山中，象征着积累能量，厚积薄发。比如你长期努力工作，积累了人脉和能力，福气自然会来。无妄卦是上乾下震，乾代表天，震代表雷，像晴天霹雳，没有预兆，所以是祸之始。比如突然接到公司裁员通知，实战应用。这一句适合占长远发展，比如你准备创业，占到大处卦，说明你之前的行业经验、资金积累都足够，创业成功的概率很高。占到无妄卦，说明可能会有你没预料到的风险，比如政策变化、供应链问题，建议先暂缓，做好风险评估再行动。原文：生者去而不复回，退者居而终不去，聚散的状态对立。解读：占到生卦，象征着事物向上发展，离开原来的位置后就不会再回来。占到萃卦，象征着事物聚集在一起，会长期停留，不会轻易分散。这两个卦是聚散对立，核心讲事物的移动状态。卦理依据：申卦是上坤下巽，坤代表大地，巽代表风，像风吹着物体在大地上上升移动，方向是向前向上，所以去而不复回。萃卦是上兑下坤，兑代表泽，坤代表地，像泽水汇聚在大地上，是聚集的象，所以聚而终不去。实战应用，比如有人问家人外出打工会不会回来，占到生卦，说明家人在外地发展顺利，可能会定居，短期内不会回来。占到萃卦，说明家人在外地没有稳定下来，心里还是想着家里，很快就会回来团聚。原文：谦卦自尊欲待人，震则动而艮则止，态度与动静的对立。解读：占到谦卦，象征着人谦虚有礼，反而会得到他人尊重。占到豫卦，象征着人安逸享乐，容易变得懈怠。震卦的核心是动，艮卦的核心是止。这一句包含了态度对立和动静对立两组关系。卦理依据：谦卦是上坤下艮，坤代表包容，艮代表稳重。谦虚的人既包容又稳重，所以自尊。豫卦是上震下坤，震代表动，坤代表顺，过于顺从而没有约束就会带人。震卦像雷，雷声一响万物震动，所以动。艮卦像山，山屹立不动，所以指实战应用。这一句适合占人的状态或事情的进展，比如你问合作方的态度怎么样，占到谦卦，说明对方很靠谱，做事谦虚，合作会很愉快。占到豫卦，说明对方可能对合作不上心，比较懈怠，需要你多主动推动。如果占到震卦，说明事情会有新进展，很快有动静。占到艮卦，说明事情会暂时停滞，需要耐心等待。原文：对主外遇祸之造，虽先坎后偷安矣。机遇与风险的隐藏对立。解读：对卦象征着外部的机遇、人际关系的亲近，但同时也隐藏着灾祸。随卦的前面是坎卦危险，后面是顺利，所以象征着在危险之后暂时偷安，但不能长久。这一句的核心是表面状态与隐藏风险的对立。卦理依据：对卦代表口喜悦，所以有外遇、外部机遇的象，但对卦的结构是上对下对，两个口相对，容易产生口舌之争，所以藏祸。随卦是上对下震，前面如果遇到坎卦危险，震卦代表跟随，跟着危险过去后，对卦代表喜悦，所以是偷安，但因为有坎卦的隐患，所以偷安不长久。实战应用，比如有人问新认识的朋友靠不靠谱，占到对卦，说明这个朋友很热情，能给你带来一些机遇，但也要注意，他可能会因为口舌给你惹麻烦，不要什么话都跟他说。如果占到随卦，说明你现在的安稳是暂时的，之前的问题虽然解决了，但可能还会复发，不要掉以轻心。原文：波体消烂复自生，故改前非而已。衰败与革新的对立。解读：占到剥卦，象征着事物衰败剥落，处于低谷。占到复卦，象征着事物重新生长恢复生机。占到谷卦，象征着事情出现问题，需要改正过去的错误才能好转。这三个卦讲的是事物从衰败到新生的过程。剥卦的消烂和复卦的自生是核心对立。卦理依据：剥卦是上艮下坤，艮代表山，坤代表地，像山把地压得变形，事物被压制，所以消烂。复卦是上坤下震，坤代表大地，震代表生机，像春天大地复苏，所以自生。谷卦是上艮下巽，艮代表阻隔，巽代表风，像风吹走阻隔，寓意清除旧问题，所以改前非。实战应用，比如你问公司业绩不好会不会好转，
占到剥卦，说明现在业绩处于最低谷，还在下滑，不要盲目投资，先止损。占到复卦，说明已经触底反弹，只要抓住机会，业绩很快就能涨回来。占到古卦，说明业绩不好是因为之前的管理有问题，需要调整制度，改正错误才能好转。原文：明夷内朗又逢商，晋主外明并通理，内外状态的对立。解读：占到明夷卦，象征着人内心聪明有想法，但外部环境不好，容易受到伤害。占到晋卦，象征着人不仅内心明白，外部环境也顺利，事情能通达合理地解决。这两个卦是内外状态对立的典型。卦理依据：明夷卦是上坤下离，离代表光明，内心朗明；坤代表黑暗，外部环境差，像太阳落在地下，内心有光，但外部黑暗，所以内朗又逢伤。晋卦是上离下坤，离代表光明，坤代表大地，像太阳从地上升起，内外都光明，所以外明并通理，实战应用。比如你问考试能不能过，占到明夷卦，说明你复习得很好，内心有底，但可能会遇到意外情况，比如题目超纲，身体不舒服，需要提前做好准备。占到晋卦，说明你不仅复习到位，考试时状态也会很好，题目都在你的掌握范围内，肯定能过。原文：益你茂盛，损象衰，咸速恒迟换圆顿，发展速度与状态的对立。解读：占到益卦，象征着事物生长茂盛越来越好；占到损卦，象征着事物衰败越来越差；占到咸卦，象征着事情发展迅速见效快；占到恒卦，象征着事情发展缓慢，需要长久坚持；占到患卦，象征着事物分散，远离原来的位置。这一句包含盛衰对立和快慢对立两组关系。卦理依据：益卦是上巽下震，巽代表风，震代表雷，风雷相助，万物生长，所以茂盛。损卦是上根下兑，根代表阻隔，兑代表消耗，相互消耗阻隔，所以衰。咸卦是上兑下根，兑代表亲近，根代表接触，接触即有反应，所以速。恒卦是上震下巽，震代表动，巽代表顺，动静相顺，需要时间，所以迟。患卦是上巽下坎，巽代表风，坎代表水，风水流动，所以远遁。实战应用，比如你问中的花会不会开得好，占到益卦，说明花会开得很茂盛，只要好好浇水就行。占到损卦，说明花可能缺水或有病虫害，需要及时处理。如果问项目多久能出成果，占到咸卦，说明项目会很快有进展，1-2个月就能看到效果。占到恒卦，说明项目需要长期投入，至少半年才能出成果。原文中剩下的卦诀核心逻辑和前面一致，都是用反对性情对应事物状态，我们把它们整理成场景化解读表，方便大家快速应用。卦诀原文：同人内亲魁外疏。核心解读：同人卦内部亲近，魁卦外部疏远。适用场景：占团队关系、家庭矛盾。实战案例：问团队是否团结。同人卦则内部和睦，魁卦则外部合作方疏远。卦诀原文：解卦从容见难起。核心解读：解卦问题易解决，从容应对；见卦问题难启动，阻碍多。适用场景：占难题解决，项目启动。实战案例：问欠款能不能要回来。解卦则对方爽快还款，见卦则对方拖延。卦诀原文：离文美丽根光明。核心解读：离卦事物美丽有文采，根卦事物光明稳重。适用场景：占物品外观人的气质。实战案例：问买的衣服好不好看，离卦则款式美丽，艮卦则颜色明亮。卦诀原文：遁退回身，姤相遇。核心解读：遁卦退避保守，姤卦相遇新机会。适用场景：占人际关系职业选择。实战案例：问要不要换工作，遁卦则建议先稳住，姤卦则会遇到新机遇。卦诀原文：大有约重，丰约多。核心解读：大有卦数量多，资源丰富；丰卦规模大，成果丰硕。适用场景：占财富，收获人数。实战案例：问今年庄稼收成，大有卦则产量高，丰卦则颗粒饱满。卦诀原文：坎卦履险，震卦起。核心解读：坎卦遇到危险困难，震卦事情启动有转机。适用场景：占出行安全，事情进展。实战案例：问开车去外地安全吗？坎卦则注意路况，震卦则一路顺利。
卦诀原文：虚不济，气送不宁。核心解读：虚卦等待，不可冒进；送卦争讼不太平。适用场景：占谈判、纠纷、决策。实战案例：问要不要和对方吵架，虚卦则冷静等待，送卦则会引发纠纷。卦诀原文：既济一定无后虑，未济之卦难之中。核心解读：既济卦事情完成无后患，未济卦事情未尽需积蓄。适用场景：占项目收尾，任务完成。实战案例：问报告能不能通过，既济卦则依次通过，未济卦则需要修改。卦诀原文：归妹之辞，归之始。核心解读：归妹卦，女子出嫁新的开始。适用场景：占婚姻，人生新阶段。实战案例：问女儿婚事，归妹卦则婚事能成，即将开启新生活。卦诀原文：辟遭大往而小来，太卦大来而小去。核心解读：辟卦失去多，得到少；太卦得到多，失去少。适用场景：占财富，交易得失。实战案例：问投资能不能赚钱，太卦则收益多，披卦则可能亏损。卦诀原文：革去旧固顶重新。核心解读：革卦破除旧的，顶卦建立新的。适用场景：占改革，换工作，搬家。实战案例：问公司改革好不好，革卦则破除旧制度，顶卦则建立新体系。卦诀原文：小畜约寡，失克时。核心解读：小畜卦数量少，积蓄少，是克卦有食物能解决温饱。适用场景：占食物，财富积蓄。实战案例：问家里粮食够不够，小畜卦则储备少，是克卦则食物充足。卦诀原文：履积其外，大过颠。核心解读：履卦在外漂泊不稳定，大过卦事情过头有危险。适用场景：占出行，居住状态。实战案例：问在外打工安稳吗？履卦则漂泊不定，大过卦则可能遇到意外。卦诀原文：拐卦分明曰快利。核心解读：拐卦果断顺利见效快。适用场景：占决策办事效率。实战案例：问要不要立刻签合同，拐卦则果断签，会很顺利。卦诀原文：要将字字考精详，杂卦性情反对之。核心总结：要仔细研究每个卦的字义，杂卦的性情都是相互对立的。适用场景：所有占卜场景。实战案例：无论占什么，都要结合卦的性情和对立关系来判断。学到这里，我们可以把诸卦反对性情的核心要点总结为3个核心原则和一个实用方法，方便大家记忆和应用。核心原则1：性情对立，状态互补。所有卦的性情都是两对立的，比如刚对柔，动对静，聚对散，福对祸。但这种对立不是非此即彼，而是互补，它们共同涵盖了事物所有可能的状态，比如生和摧，既包括了离开，也包括了停留。无论事物处于哪种状态，都能找到对应的卦。核心原则2：卦理源于自然，对应生活。没有一个卦的性情是凭空创造的，都源于对自然和生活的观察。比如震卦动源于雷声震动，艮卦止源于山的静止。所以我们在记忆卦性时，一定要把卦象和生活场景绑定。比如看到坎卦就想到水危险，看到离卦就想到火明亮，这样才能快速反应。核心原则3：结合场景，灵活判断。同样一个卦，在不同场景下的解读的侧重点不同。比如乾卦，占物品时是金属圆形，占人时是刚健尊贵，占事情时是顺利主动。所以占卜时一定要先明确占什么，再结合场景解读卦性，不能生搬硬套。实用方法：3步断卦法，遇到任何卦都可以用这3步来解读，以确定卦的核心性情。比如坎卦等于危险湿润，2联想它的对立卦性情，坎的对立是离，等于明亮干燥。3结合具体场景判断事物处于哪种状态，比如占水杯，坎卦可能是装水的杯子，离卦可能是空杯子。如果说诸卦反对性情是理论基础，那么占无类例就是梅花易数最实用的实战技术。这部分内容告诉我们如何通过卦象精准判断物品的属性、数量、状态，小到猜别人手里的东西，大到判断一件物品的价值，都能用到这些方法。
很多人觉得战物很神奇，其实它的核心逻辑很简单，卦象是符号，物品是实体，战物就是把符号翻译成实体的过程。这个过程需要用到爻辞、体用、生克、互变卦3个核心工具，我们逐一拆解，让大家从入门到精通。第一步，爻辞战物法最直接的符号翻译。原文说：凡看物数，看其成卦，观其爻辞。爻辞是易经中对每个卦的每一个爻的解读，是古人总结的卦象与事物的直接对应，所以用爻辞占物是最直接最基础的方法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站到哪个卦的哪个爻，就用对应的爻辞来判断物品。乾卦爻辞占物经典案例详解。原文用乾卦举例，把爻辞和物品的对应关系讲得很清楚。我们在此基础上扩展，补充实战场景和解读思路，让大家明白为什么这么断。乾卦爻辞：潜龙勿用出爻。原文解读：不可用之物。深层思路为什么对应这个物品？乾隆是隐藏的龙，象征没发挥作用的事物，所以是不可用的。比如断裂的筷子、没电的手机，别人让你猜抽屉里的旧东西。站到这个爻就可以断，是坏了不能用的东西。见龙在田，二爻原文解读：田中之物。深层思路，在田直接点明田地相关，所以对应农具、庄稼、田边的石头等和田地有关的物品。实战场景，农民问地里丢了什么东西，站到这个爻就可以断，是农具，如锄头、镰刀。后月在渊。四爻原文解读：水中之物。深层思路，渊是深渊水，所以对应鱼虾、水草、船桨等和水有关的物品。实战场景，钓鱼人问桶里是什么鱼，站到这个爻就可以断，是水里的活物，可能是鲫鱼、鲤鱼。飞龙在天。五爻原文解读：空中之物。深层思路，在天象征空中，所以对应飞鸟、风筝、飞机模型等在空中的物品。实战场景，孩子问手里的玩具是什么，站到这个爻就可以断，是能飞的玩具，比如风筝、竹蜻蜓、亢龙有悔。上爻原文解读：废物也。深层思路，亢龙是飞得过高的龙，象征过了头没用的事物，所以是废物，比如垃圾破旧的衣物。实战场景，问垃圾桶里是什么，站到这个爻就可以断，是没用的废物。用九剑群龙无首。原文解读：多个相同的物品。深层思路，群龙象征多个，所以对应一堆硬币、一捆筷子等多个相同的物品。实战场景，问袋子里装的什么，站到这个爻就可以断，是好几个一样的小东西。坤卦爻辞占物补充扩展与应用。原文也提到了坤卦的爻辞占物，我们同样补充解读思路和实战场景，让内容更完整。坤卦爻辞：直方大。二爻原文解读：直而方大之器物。深层思路，坤卦象征地，地是直方大的，所以对应桌子、箱子、地砖等直方的物品。实战场景，问客厅里的大件物品，站到这个爻就可以断，是方形的家具，比如茶几、沙发。阔囊无咎。四爻原文解读：包裹之物。深层思路，阔囊是扎紧口袋，象征包裹收纳，所以对应书包、布袋、行李箱等。实战场景，问旅行袋的什么，站到这个爻就可以断，是装东西的包裹，比如行李箱、黄商、原籍。五爻原文解读：黄色衣服之物。深层思路，黄商直接点明黄色的衣物，坤卦对应黄色，所以是黄色的衣服、裤子等。实战场景，问衣柜里的新衣服，站到这个爻就可以断，是黄色的衣服，吸血玄黄。上爻原文解读：食物或逢时而破。深层思路，玄黄是深色和黄色，石头多是这种颜色，且血象征破损，所以是石头或易破的瓷器。问地上捡的东西，站到这个爻就可以断，是石头，或者是容易摔碎的瓷器。又如坤卦，坤卦初六爻辞：困于竹林。原文解读：木。深层思路，竹林是树林，象征木头，所以对应筷子、椅子、木板等木质物品。问厨房里的用品，站到这个爻就可以断，是木质的厨具，比如筷子、菜板。爻辞占物的通用技巧，不是所有卦的爻辞都像乾坤那样直接对应物品，有些爻辞比较抽象，这时候就需要掌握两个通用技巧。第一，抓关键词，爻辞中提到的田、水、木、衣囊等具体事物，直接作为判断依据。提到的不可用、毁及等状态词，对应物品的可用与否。比如屯卦六二，屯如斩如乘马般如，马是关键词，所以可以断和马有关的物品。
比如马玩具、马图案的衣服。第二结合卦性，如果爻辞抽象，就用卦的核心性情补充，比如蒙卦6·3，勿用娶女见金夫，不有功。爻辞讲的是婚姻，但蒙卦的性情是难明，所以可以断，是看起来不清楚需要仔细看的物品，比如有包装的东西、模糊的照片。体用生克占物法最核心的属性判断，原文说体用断物之妙，生克之化之妙，于诸绝中，此极为美焉。体用是梅花艺术的灵魂，无论是占物还是占事儿，都离不开体用生克。很多人觉得体用难，其实它的本质就是分清主次。体卦是要判断的物品，用卦是影响物品的因素，生克就是物品和因素的相互作用。先搞懂什么是体卦，什么是用卦。很多人学体用时会陷入玄学迷雾，其实用一句话就能说透。体卦是主体，就是我们要判断的那个物品；用卦是客体，就是影响这个物品的环境、状态或关联事物。打个比方，你要猜朋友手里的东西，这是体，而朋友当时正站在厨房，厨房的活水就是用体用的关系，就像物品本身和它所处的环境之间的互动。再举个更具体的例子，如果通过看到桌子上的杯子，这个场景起卦得到乾为天变，兑为泽，那么要判断的杯子就是体卦，而代表金属原型的乾卦。杯子是陶瓷做的，接近乾卦的坚硬属性，就是体卦变出来的。兑卦代表开口破损，就是用卦。这时候用卦就告诉我们，这个杯子是有开口的，可能边缘有点小磕碰，核心区分。体卦等于是什么物品本身，用卦等于怎么样物品的状态、环境影响。记住这个公式，体用就不会搞混。关键一步，体卦与用卦的判断方法。体用不是想当然定的，而是有明确的成卦规则。梅花易数中最常用的成卦方法有时间占、物象占、声音占、文字占4种，每种方法的体用判断都有章可循。前面视频教程有起卦方法，欢迎查阅。下面说下物象占的一些技巧。成卦方式，物象占看到物品起卦，体卦判断，所看物品对应的卦为体；用卦判断，物品所处环境对应的卦为用。实战举例，看到树上的鸟即卦，鸟对应离卦羽虫，明亮为体；树对应震卦树木，震动为用，体离红色中空，用震青色多动。声音占成卦方式，听到声音起卦，体卦判断，声音次数对应的卦为体；用卦判断，声音来源对应的卦为用。实战举例，听到3声敲门声，3对应离卦体，门对应艮卦阻隔静止为用，体离火红色，用艮土坚硬。这里有个新手必记的小规则，如果起卦后有变爻，那么变爻所在的卦就是用卦，另一卦是体卦。比如乾卦下卦出爻变，变为巽卦，变爻在乾卦下卦里，所以乾卦下卦是用卦，乾卦上卦就是体卦。这个规则在占物类中用的最多。核心逻辑，体用生克如何断物？体用的生克是判断物品属性的核心密码。这里的生和克不是生死，而是相互作用的关系。比如金生水，不是说金属能生出水，而是金属如铁壶能帮助水，如烧水是有力辅助的关系。火克金，不是说火能杀死金，而是火如高温能改变金如铁块的形态，是不利改变的关系。结合占物场景，我们把体用生克的关系总结为3种状态，每一种状态都对应物品的具体属性，搭配卦例一看就懂。状态1，用卦生体卦，物品优质有加分属性。生体就是用卦对体卦有帮助，就像环境滋养物品。这类物品往往是优质的、有价值的、状态好的。比如卦例，体卦是坎水，代表黑色湿润；用卦是乾金，代表金属刚健。乾金生坎水，金生水，断物思路，用卦金属生体卦水，说明物品和金属有关且状态好。坎水是黑色湿润，乾金是圆形刚健，所以可能是黑色的金属保温杯，金属做的，能装水，状态完好。实战验证，有人用这个卦猜包里的东西，结果是黑色不锈钢保温杯，完全符合金属生水体，圆形向前，黑色向坎的特征。状态2，用卦克体卦，物品有缺陷，有减分属性。克体就是用卦对体卦有约束，
就像环境伤害物品，这类物品往往是有缺陷的、价值低的、状态差的。比如体卦是乾金，代表金属原型；用卦是离火，代表火红色。离火克乾金，火克金。断物思路，用卦火克体卦金，说明金属物品被火影响，有缺陷。乾金是原型金属，离火是高温，所以可能是生锈的圆形铁片。金属被氧化，相当于被火的余气所克，有锈迹缺陷。实战验证，有人在工地占卦猜地上的东西，结果是生锈的圆形钢筋头，符合金属圆形有缺陷的特征。状态3，体用比合，物品契合，属性纯粹。比合就是体卦和用卦属性相同，比如都是金，都是木，就像物品和环境同类。这类物品往往是属性纯粹的、没缺陷的和场景契合的。比如体卦是乾金，用卦也是乾金，体用比合，断物思路，体用都是乾金，说明物品是纯粹的金属，符合乾卦。钢件圆形，白色的特征可能是白色的金属钥匙，圆形的硬币。实战验证，有人在办公室占卦猜抽屉里的东西，结果是银色的圆形钥匙扣，完全符合乾金比合的属性。深刻记忆口诀：生体物好，价值高；客体物差，有缺陷；比合物纯，属性显；结合卦性，准又验。进阶实战，体用深刻加卦性等于精准断物。单独看体用深刻还不够，必须结合八卦的核心性情，比如乾元、坤方、震动，才能把符号精准翻译成物品。我们用一个完整的案例展示从起卦到断物的全流程。实战场景，朋友把手放在背后，让你猜他手里拿的是什么。你看到他身边有一盆绿植，当时是下午3点，未时对应数字8，于是用5象加时间起卦。第一步，起卦定体用，绿植对应震卦，数字4作为上卦，时间未时对应数字8作为下卦，上卦震木为体卦。要猜的物品，下卦坤土为用卦，环境因素。第二步，看体用关系，这木克坤土，木克土，说明物品和木有关，但有缺陷或旧的。第三步，结合卦性补充，震卦的性情是细长发生青色，坤卦的性情是柔顺黄色。体卦震木克用卦坤土，说明是木属性物品，被土耗泄受影响，有缺陷或旧的物品。第四步，综合断物，细长的木属性物品，青色或黄色，有小缺陷，结合日常场景，最可能是一支有裂纹的绿色铅笔或一根断了的黄色木块。结果验证，朋友手里拿的是一支被摔出小裂纹的绿色圆珠笔，完全符合震卦细长绿色体克用卦坤土有缺陷的特征。圆珠笔虽不是纯木，但塑料接近木的柔顺，且形状细长像震。这个案例告诉我们，体用深刻决定物品状态好坏，卦性决定物品属性、形状、颜色、材质，两者结合就是精准断物的关键。体用深刻的常见误区，新手学体用深刻时很容易陷入教条主义，导致断物不准。我们总结了3个最常见的误区。误区1，深刻等于吉凶，忽略物品属性。有人认为客体就是凶，但占物不是占吉凶，而是占属性。比如客体可能只是物品有裂纹，不是凶势，要区分物品状态和吉凶判断。误区2，体用搞反，判断颠倒。记住，主体是体，环境是用，比如用桌子起卦，桌子是体，桌子上的杯子是用，不能把杯子当成体。误区3，脱离场景，生搬硬套卦性。乾卦虽代表金属，但在厨房场景中可能是铁锅，在办公室场景中可能是钢笔。要结合具体环境调整解读，互变卦占物法，看透物品的深层信息。原文说，观物有体，互变卦，并无声望之气者，为不入五行物。这里的互卦和变卦是体用的补充信息库，体用告诉我们物品是什么，状态怎么样，互变卦则告诉我们物品的细节、来源或未来变化。就像看一个人，体用是外貌和当下状态，互变卦是性格和成长经历。很多人把互卦和变卦搞混，其实两者的区别很明显。互卦把本卦的2、3、4爻作为下互卦，3、4、5爻作为上互卦，组合成的新卦揭示物品的内部结构、细节特征。比如物品内部是中空的，
还是有夹层。变卦，本卦中有变爻，阳变阴或阴变阳，变爻变化后形成的新卦，揭示物品的来源、用途、未来状态。比如物品是别人送的，还是自己买的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本卦是乾为天，出爻变阴，变成天风姤。那么互卦，本卦2、3、4爻是乾，3、4、5爻也是乾，所以互卦是乾为天变卦，出爻变化后形成的天风姤，就是变卦。互卦断物，互卦是物品的剖面图，能帮我们看到体用卦没显示的细节。比如体卦是离火，代表中空红色；用卦是乾金，代表金属原型。单看体用是红色圆形金属中空物，可能是红色保温杯。但互卦是巽木，代表细长飘动，就会补充物品上有细长的装饰。比如带红色挂绳的圆形金属保温杯，细节立刻丰富起来。我们用一个经典案例解读互卦的作用。本卦地天泰，体卦坤土，代表方形黄色；用卦乾金，代表金属圆形。体用关系是坤土生乾金，土生金，体生用。互卦雷泽归妹，上互震木，细长青色；下互对金，开口破损。综合断物，坤土生乾金，说明是旧破损的土和金属结合的物品。坤方乾圆是方底圆口的形状，互卦震木细长，说明有细长的把手。对金开口，说明是有开口的容器，结合起来就是黄色的陶瓷碗。土属性带金属细把手，口部有缺口，实际是一个黄釉带镶银的陶瓷古董茶碗。变卦断物，看物品的来源与未来。变卦是物品的动态信息，能告诉我们物品是从哪来的，或者未来会有什么变化。比如体卦是震木，代表竹木青色；用卦是坎水，代表水黑色；变卦是离火，代表火红色。来源判断，坎水生震木，变卦离火，说明物品是在潮湿环境中坎水生长的植物震木，后来经过加工离火，可能是晒干的青色艾草。艾草长在潮湿的田边，晒干过程像离火，未来变化。离火克震木，说明物品放久了会干燥变色，比如艾草会变成黄褐色。梅花易数中记载了一个著名的变卦断物案例，我们用通俗的语言解读一下。原文案例：有人用笼子装着东西让站，得到地天泰，变卦地风生。互卦是震对，体用互变分析。体卦坤土，土属性；用卦乾金，土生金，体生用。变卦巽木，木属性；互卦震木，青色对金，黄色。断物思路：泰卦上坤下乾，出爻由阳变阴，下卦由乾变为巽，变卦为地风生卦。下面是木，上面是土，木在土下生长，正是草木破土而出之象，故名为生，说明物体属性为草木类，生于土中。泰卦初九爻辞：拔毛如以其会，拔毛如意思是拔取茅草根系相连，如根互相牵连的样子。以其会指同类汇聚，就点出了是被拔起的草木。互卦震，五行属木，其色为青绿，对应植物的茎叶部分。互卦对黄色，作为下互卦，根据前面的分析推理此处之段为黄根一种中药。结果打开笼子一看，是刚从土里挖出来的带根的黄根，完全符合互变卦的信息。互变卦是补充信息，不能脱离体用单独使用。我们总结了2个核心原则：一主次原则，先看体用深刻定大方向，物品材质状态，再看互卦补细节，内部结构装饰，最后看变卦查动态，来源未来，不能颠倒顺序。2取舍原则，如果互变卦和体用卦信息冲突，以体用为准。比如体用是金属，互卦是木，说明是金属包木的物品，不是纯木，不能被互卦带偏。学到这里，体用深刻占物法的核心内容就讲完了。我们把所有知识点串联起来，方便大家记忆和应用。第一起卦定体用，分清主体物品和客体环境。方法技巧：时间、物象、声音、文字起卦，变爻在哪个卦，那个卦是用卦。第2体用深刻判断，定物品状态，好坏。纯生体等于优质，客体等于缺陷，比和等于纯粹。第3结合卦性解读，定物品属性、材质、形状、颜色。乾元、坤方、
正细长，坎黑，离红跟棕黄。第四，互卦补细节，补充物品内部装饰的特征。2、3、4爻为下户，3、4、5爻为上户。第五，变卦查动态，查物品的来源、未来变化，变爻变化后的卦象，结合生克看趋势。掌握了这5个环节，你就能把体用生克变卦和卦性结合起来，实现观卦知物的实战效果。接下来我们将学习占物类例中的其他技巧，比如变爻位置断物、外应断物等，让你的断物能力更上一层楼。变爻位置断物法原文虽未单独成章，但在占物案例中反复强调变爻位置的重要性。变爻不仅影响卦象，其在卦中的位置，初爻到上爻还对应物品的空间位置、大小层级。比如同样是乾卦，初爻变和上爻变解读出的物品位置完全不同，这是精准断物的关键补充。爻位对应空间与层级，梅花易数中6爻的位置从下到上，初爻到上爻对应从低到高，从内到外，从微到显的空间逻辑。我们结合占物场景整理成规律，直接对应物品特征。初爻最下对应空间层级，地下基层隐藏微小物品特征关键词，埋在地下角落物品小零件。二爻对应空间层级，地面近处日常使用中等大小物品特征关键词，桌面上的物品常用工具生活用品。三爻对应空间层级，腰部中间层关联人体可携带物品特征关键词，随身物品腰带附近的东西中等偏小。四爻对应空间层级，桌面以上高处储物空间较大，物品特征关键词，书架上的物品、柜子里的东西，容器类。五爻对应空间层级，高处显眼处贵重物品、核心物品，物品特征关键词，装饰品、贵重金属挂在墙上的东西。上爻最上对应空间层级，最高处室外表面大型零散，物品特征关键词，屋顶物品、室外杂物、物品表面的装饰。实战技巧，爻位加卦性等于双重定位，单独看爻位只能定位置，结合卦性才能定物品，两者结合形成双重定位。比如占丢失的钱包，得到坎卦。第五爻变分析，爻位五爻等于高处显眼处，坎卦性情等于黑色湿润有价值，钱包装钱。变爻在坎卦，用卦为离，红色明亮断物，黑色钱包可能放在家里的高处显眼处，比如客厅的红色柜子上，离卦对应红色，验证最终在书房的红色书架顶层找到，完全符合五爻高处加坎黑加离红的特征。注意，爻位对应是相对空间，不是绝对高度。比如在办公室占物，初爻可能是抽屉底层，上爻可能是文件柜顶层，要结合当前环境调整。外应断物法最灵动的场景补充。梅花艺术的精髓在于天人合一，外应断物就是把实时环境中的线索和卦象结合起来断物，比单纯看卦更精准。原文说不动不占，不因势不占，这里的动就是外应，比如风吹、鸟鸣、人走过等，都是解读卦象的额外线索。外应的核心分类与对应卦性，外应无处不在。我们把常见外应按自然、人为、物品分类，对应到八卦性情。自然外应，风吹叶落，鸟鸣下雨闪电，风等于巽，细长飘动，雨等于坎，湿润黑色，闪电等于离，红色明亮，鸟等于离，飞翔红色，补充物品颜色材质，如风吹对应布料绳子。人为外应，人说话走路拿东西穿衣服颜色，说话等于对，开口白色，走路等于正，动青色，穿红衣服等于离，红色美丽。补充物品状态用途，如人拿笔对应书写工具。物品外应，旁边的桌子、杯子、手机绿植，桌子等于艮，坚硬方形，杯子等于对，开口中空，手机等于正。发生多动，补充物品形状关联属性，如旁边有绿植对应木属性物品。外应断物不是乱抓线索，而是有固定流程，第一起卦定体用，第二捕捉实时外应，第三外应对应卦性，第四结合体用生克断物。我们用经典案例演示，在公园，朋友问我包里有什么，此时刚好有风吹过，树叶落在地上，你用时间起卦，
得到震为雷，变卦则雷随。第一步，起卦定体用，体卦真木，细长青色震动，变卦对金，外形长直或圆润，有孔或有口，材质坚硬，外壳可能为木质或金属、塑料合成。震木变对金，体用关系，震木比合物品木属性，优质。第二步，捕捉外应，风吹、巽卦、落叶、震卦，公园场景有草木、休闲物品。第三步，外应对应卦性。风吹等于巽，飘动细长，落叶等于震，木属性青色，两者都强化木属性细长的特征。第四步，综合断物，木属性细长优质的物品，结合公园休闲场景状态，随身携带，随卦或用于唤醒跟随指令，双震重叠表示声音很大或者振动频率很高，这直接指向发声之物，木头上面出现了口，或者木头变成了金属音，这非常像乐器，可能是笛子、箫、葫芦丝或电动剃须刀。结果验证，朋友包里是一根竹制的带金属装饰的笛子，符合震木细长，对金客体有缺陷，外应强化木属性的特征。外应的使用禁忌，外应虽灵活，但新手容易过度解读，记住2个禁忌。第一，不抓无关外应，比如站务时远处的汽车鸣笛和物品无关，不要强行关联。第二，外应服从卦象，如果外应和体用卦冲突，如卦象是金属，外应是树叶，说明是金属包木物品，不是纯木，以卦象为主。前面讲的方法单独用都有效，融合起来才能达到精准无误的效果。我们用一个复杂案例，把爻辞体用、互变卦、变爻位置、外应全部结合，展示完整断物思路。实战场景，同时把一个物品藏在抽屉里，让你猜是什么。当时是下午5点，酉时对应数字10，你看到他桌上有一杯水，刚拿起水杯，窗外传来一声鸟叫，于是用物象加时间加外应起卦。第一步，起卦定体用，物象，水杯对应坎卦，先天卦数6作为上卦，时间酉时数字10除以8余2对卦作为下卦。体卦上卦坎水，物品本身用卦下卦对经，环境变爻6加10除以6余4。第4爻变，水泽节卦变为对为泽卦。第二步，体用与互变卦分析，体用关系对金生坎水，用生体物品优质。互卦2、3、4爻为震木，3、4、5爻为根土。互卦山雷移，震等于细长，根等于坚硬。变卦对为泽，金属开口物品乐器。变爻位置，4爻等于书架抽屉中层，物品在抽屉中层。第三步，结合爻辞与外应，爻辞坎卦4爻，尊酒鬼2用否，纳曰自有。无咎，关键词尊酒否，容器装液体或小物品。外应水杯，坎水强化水容器，鸟叫离火红色明亮。第4步，综合断物，核心属性坎水黑色，蓝色湿润加对金生体，金属损坏，互变卦对震，开口乐器木制品飘动震动。细节补充，4爻抽屉中层，外应鸟叫，红色装饰，爻辞容器嘞。结论，黑色或蓝色的金属容器带红色装饰，可能有红色图案，推测是带红色挂绳的黑色长柄的金属唢呐。结果验证，同是抽屉中层，果然是一个旧的黑色乌木杆子，金属唢呐上面系着红装饰的绳子，完全命中梅花艺术断战总诀篇之3的核心内容。我们已经完整解读完毕，从诸卦反对性情的理论基础到战物类里的实战方法，本质上都是在讲一个逻辑。卦象是自然与生活的符号浓缩，占卜是用符号逻辑还原现实的过程，有严谨的符号对应和灵活的场景联想。很多人学梅花艺术追求未卜先知的神奇，却忽略了它的本质。这是一套观察自然、总结规律、指导生活的思维工具。占物的目的不是炫耀技巧，而是通过卦象锻炼敏锐的观察力和严谨的逻辑推理能力。记住，没有百发百中的占卜，只有不断精进的观察与思考。从身边的小事练起，把每一次占物都当成观察生活的练习，你会发现梅花艺术的智慧早已融入日常的一草一木、一卦一象之中。愿你在卦象与生活的对应中读懂自然的规律，掌握人生的主动权，这才是梅花艺术真正的智慧所在。诸卦反对性情，乾刚坤柔反其意，比卦欢欣困忧虑，临逢百物观求之。蒙卦乃名屯不失，大出其卦，夫之生无妄若欲获之始，
生者去而不复回，退者聚而终不去。牵挂自尊，欲待人，正则动而艮则止。对主外欲祸之葬，随前坎后偷安矣。波体消烂复自生，古改前非而已矣。明夷内朗又逢伤，近主外明并通理。以你茂盛损相衰，贤素恒时换远遁。同人内清亏外疏，解卦从容渐难起。离文美丽更光明，遁退回身构相遇。大有曰重，风曰多。坎卦屡显正卦起，虚不尽息，宋不宁。积极一定无后虑。未济之卦，难之中。归昧之辞，归之时。辟遭大往而小来，太卦大来而小去。革去旧固顶从新，小处约寡。师科时，履积其外，大过颠。拐卦分明曰快利，要将自子，考精详。杂卦性情，反对是